接着学习左右前片，采用左手长尾起针的方法往返编织，同样分为下摆、身体和胸片。下摆和身体的织法与后片下摆和身体相同，身体花样的位置稍有不同，需要对照图解编织。身体完成后编织胸片，这里我先讲解一下左前片。左前片胸片开始在右侧腋下减针，左侧不加不减编织，中间继续编织花样。到了领窝位置，在领口位置减针，右侧不加不减，最后引反编织。编织方法与后片对应位置类似。大家对照图解将其完成。最后与后片对应的肩部合并收针，具体收针方法请看演示。第一种是针与针连接，这种情况在都是线圈的状态下，比较常用的一种连接方法就是通过合并收针将织片拼接起来，通常用于前后片的肩部拼接。两个织片都是线圈状态，我们将大平针这一面作为正面，合并收针一般在织片反面进行，也就是需要将拼接的两个织片正面相对。通常其中一个织片是不断线的，这根线无论在哪个织片上，将流线的这一侧放在右侧。一般合并收针时都是边织下针边收针。也就是同时穿过两个织片的线圈，织下针进行浮针收针。两个织片的针数通常是相同的，一一对应编织并收针即可。如果其中一个织片针数较多，需要在较多的一侧边减针边收针。假设这一片针数较多，可以同时穿入两个线圈，后面继续穿入一个线圈，织下针进行收针。如果是后面这个织片针数较多，就同时穿入后面两个线圈，织下针进行收针。我这里两个织片针数相同，继续将它们收完。
线头打结藏一下即可。这个就是合并收针后的效果。这样左前片就讲解完了。右前片胸片位置与左前片对称编织。最后同样与后片肩部合并收针，大家加轻完成。最后还需要将前后片身体侧边及下摆侧边缝合起来。这里按照行与行的缝合方法无缝缝合，具体缝合方法请参考下面视频演示。下面学习行与行的连接，我们通常也是用无缝缝合的方法，缝合时挑边缘两针的横向度线。我们可以先来认识一下织片，首先找到边缘第一针。边缘第一针通常会有4种情况，第一种是滑针，也就是顺着纹理挑下不织，形成大辫子。第二种也是滑针，只是滑针编织时和下方纹理相反，形成这样的结。第三种是每行都织，通常正面织下针，反面织上针，形成这样的小辫子。第四种也是每行都织，通常正面和反面都织下针，形成搓衣板针。第一针左侧就是第二针，例如这个织片，从这一面看，第二针是下针纹理；从另一面看，第二针就是上针纹理。无论第二针是下针纹理还是上针纹理，可以发现线圈都是正向的。这样倒着的线圈，下方的横线就是两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这一面也是一样，这个就是倒着的线圈，这一根就是两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边缘织搓衣板针也是一样，这个就是第二针。这一列就是第二针，正向线圈。这两针之间倒着的线圈，这样的一根线，就是两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边缘是滑针，同样，这两针之间也是有一根根横向度线。
无论哪种，一根度线大致对应一行。缝合前，大家可以先将线头在反面藏几针，并打结固定。这里我就不藏了。无缝缝合就是每次交替在这2个织片上，挑边缘2针的横向度线，进行缝合。每次挑1到2根，注意，如果2个织片行数相同，就可以一一对应缝合，也就是每次挑的度线数量都相同。都是从上一次的出针位置入针，来挑横向度线。这里我每次挑1根。缝几针后，稍微拉紧即可。如果2个织片行数不同，但要将织片均匀地缝合在一起，可以在行数较多的一侧适当多挑。例如，整体上每次都是挑1根线，行数较多的一侧可以在适当位置挑2根线。这2个织片行数相同，我继续缝完。这个就是行与行无缝缝合的方法。到这里，所有前片就讲解完了。接着学习袖子，分为袖边、袖身和袖衫3部分。袖身采用别线起针的方法起针，来回往返编织。先学习起针的方法，大家可以用家里的其他颜色线起针，具体请看演示。首先，别线起针可以直接用家里与织物不同颜色的零线，将线打一个活结。
起到需要的针数后，右针上还有一个线圈，左针上的线圈就是需要的针数。预留10厘米左右的线头断线，拉大线圈，将线头从线圈中穿过，稍微拉紧，在这个线头上打一个结标记。这个就是别线起针法。起针完成后，用绣身的线接线编织第一行。注意从线头打结的一端开始编织。开始接线的方法，请看演示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一行织完后，将需要换下的线预留10厘米线头断线。接着取出下一行对应线材。这里有线头，可以在线头上打结。推至底部，然后挂好新线，继续编织对应的针法即可。这样就完成了换线。线头在反面顺着相同颜色的纹理收好。这是有线头时的换线方法。下面我再演示一下接线位置没有线头时的换线。取出新线，打一个活结，挂好，然后用新线编织对应的针法。注意打结的部位，尽量不要录到正面。如果边缘针法特殊，大家也可以将线在反面边缘固定一下，然后挂好新线，继续编织即可。线头同样在反面收好。这个就是换线的方法。后面遇到换线位置，均可以按照这里的方法换线。接线完成后，对照图纸编织花样，方法与身体后片花样类似，并在对应行数两侧加针，中间部分按照后片的织法编织这样的花纹。这里加针用到的针法是右加针和左加针，具体织法请看下面视频演示。下针左加针，通常情况线圈下方是辫子，先挑这个线圈，织一个下针，然后找到线圈下方第二个辫子，左针从左往右挑起这个辫子左侧一根线，
然后织一个下针，左侧这一针就是加出的一针，这样下针左加针就织好了。下针右加针。通常情况，线圈下方是辫子，先挑这个辫子右侧一根线，织一针下针，这个就是加出的一针，然后继续穿入这一针的线圈，织一个下针，这样下针右加针就织好了。可以发现，在一个辫子内织出了2个线圈。我再演示一次。先挑下方，辫子右侧一根线，织一个下针，然后挑起这个线圈，再织一个下针即可。如果线圈下方是横线，就挑横线的右侧织下针。再挑这个线圈织下针即可。我再演示一次。先挑横线右侧织一个下针，再挑这个线圈织下针。以上就是下针右加针的编织方法。绣身完成后，织绣衫，在两侧减针。方法与后片腋下减针类似，大家参考之前的演示，对照图纸将其完成。最后边织下针边复针收针，具体收针方法请看演示。边织下针边收针，一般织完大平针后，在正面可以用这种方法。这种情况收针时，先织2个下针，然后左针挑起前一针，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收好了一针。继续织一个下针，然后左针挑起前一针，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又收好了一针。我继续将它们收完，每次都是织下针进行收针。现在还剩1个线圈，拉大线圈，然后预留线头断线，线头长度根据织物的具体情况而定。
通常只要预留10厘米左右即可。将线头从线圈中穿过，拉紧。这个就是边织下针边收针的方法。无论哪种收针方法，结尾固定线头的方法都可以参考这里的演示，并且全部完成后，如果不是特定预留长线头用于缝合，这样的短线头可以在反面顺着织物的纹理收一下。尽量不要影响正面纹理。收线头时，可以将整个线头全部收完。最后编织绣边，开始需要在别线起针位置拆线挑针，具体方法请看演示。下面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在别线起针的位置挑针的方法，大家先看我演示再操作。首先找到打结的这一端，将线头拉一下，可以看到边缘这里有个洞眼，里面有2根起针的线穿过。取出棒针，从前往后穿入这个线圈，然后拆一下起针的线。注意一针一针拆，先拆掉已经穿入的这个线圈位置。每次穿好一针就拆一针，这样可以防止线圈滑脱。按照这样的方法一直拆到结尾。注意，最后这里也是一针，穿到左针上。
完成后可以核对一下针数，应该和起针数一致，这样挑针就完成了。挑针完成后，在反面接线往返编织绣边，注意对照图纸使用对应线材，方法与后片下摆编织方法类似，大家对照图纸将其完成。绣边完成后，最后进行收针，注意收针后预留30厘米线头用于缝合，具体收针方法请看演示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收针的方法。将线放在针的上方，从右往左挑下一针，线放下来，再挑一针，线绕上来，左针挑下这2针，线放在针的下方，穿入这2针，这一针下针，这样就收了一针。继续挑一针，线绕上来，左针将这2个线圈挑下，线绕下去，2个线圈，这一针下针，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收针，挑针，绕线，挑针，线绕下去，织下针，继续收完所有线圈。完成后拉大线圈，根据需要预留线头长度，小样这里长度随机，从线圈中穿过，拉紧，整理一下，不需要预留长线头的，可以将线头在织物里藏好，边缘尽量缝合美观，这样收针就完成了。最后将绣边及绣身侧边缝合起来，方法与前后片身体及下摆缝合方法相同。注意，绣边缝合使用绣边预留的线，绣身另取编织绣身的线进行缝合，这样织物纹理更美观。大家将其完成。最后将绣衫与胸片绣洞位置缝合起来，注意腋下缝合位置对应，两侧织片均匀对接，袖衫中间位置与肩部拼接位置对应，腋下位置按照针与针的方法缝合，袖衫侧边及胸片侧边，以及袖衫顶部及胸片位置，按照针与行的方法进行缝合。具体缝合方法可以参考下面视频演示。学会后将袖衫缝合好。针与针都是收针状态下常用无缝缝合的方法，可以将其中一个织片结尾预留长线头，将线头穿好缝针，位于后侧，从靠近自己没有线头的织片上出针，也就是从边缘这一针的中间出针。
再从后面这个织片边缘一针的中间出针。然后每次都是从前面这个织片上挑8字，从后面这个织片上挑倒8字，缝几针后可以看一下缝合的位置形成了辫子纹理。如果拉紧，就成了无缝缝合，看不出缝合的痕迹。大家可以根据喜好决定是否拉紧。我继续将这里缝完。这样就缝好了。如果针是收针状态，需要与行缝合。针这一侧就挑8字，行这一侧就挑横向度线。并且如果行数多于针数，就根据情况在适当位置同时挑2根横向度线。如果不需要缝出来辫子效果，就将线拉紧即可。到这里，袖子就讲解完了。接着续写门襟，分左右门襟2部分，都是在前片领口下方侧边挑针，往返编织。右门襟还需要留出扣眼。
左门襟需要缝合扣子。这里挑针均是在正面进行，在前片边缘两针之间的洞眼挑针，也就是大概在这个位置。每一行对应一个洞眼，大致按照3行挑2针的规律挑出对应的针数。具体大家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，保证总针数为双数，织片平整美观即可。然后往返编织对应的针法，大家对照图纸将其完成即可。这里右门襟预留扣眼时，可以先用记号扣按照喜好标记好位置，然后编织扣眼。最后收针的方法与绣边收针方法相同，大家将其完成。门襟编织完成后，在左门襟上缝合扣子，使用编织门襟的线，在扣眼对应的门襟居中位置缝合，大家将其完成。这样门襟就将交完了。下面学习领子，分为领座和领边两部分。先在前后片领口位置挑针，往返编织领座。挑针时注意，在反面挑，我们将与前后片反面对应的这一面作为领座的正面，对照图纸在各个部位挑出对应的针数。挑针时，在收针位置可以穿入收针辫子下方这样的洞眼挑针，然后往返编织，最后一行在前后片反面结束，结尾预留领座宽度3倍左右的线头用于缝合，大家将其完成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领座的缝合方法，实际大家是在前后片位置挑针，将领座向正面沿着中间上针纹理折叠，线头穿入缝针，线圈对应挑针处，将挑针的边缘包裹进去，可以先穿过侧边的位置，尽量不要穿到正面，以免影响美观。穿入右侧的线圈，然后从下方挑针形成的横线穿过，左侧线圈出针，注意缝合线不要拉太紧，保持织物弹性，然后再穿入第一个线圈，从下方挑针的横线穿过，左侧线圈出针，之前第2个线圈入针，
穿过下方挑针的横线，左侧线圈出针。重复之前的步骤，保证入针和出针之间间隔这个线头所在的辫子。注意，出针之前要穿过挑针的横线。翻过来看一下，正面纹理不变，反面下方形成这样的横线纹理。缝合时注意前后织片要对齐，保持平整。挑针痕迹均被盖住。按照这样的方法缝完所有线圈。最后一个线圈穿完后，从下一个线圈再穿一下，固定好，这样线圈就缝合好了。最后将线头收好。另一根线头同样收好即可，这样领做就完成了。接着编织里边，在衣服反面这一侧领做上方这一行上针横线上挑出对应的针数，注意是在靠后的这根横线上挑针。挑出的针数应与领做针数一致。完成后，注意核对针数。挑针行作为第一行，我们将与前后片反面所对应的这一面作为领边的正面。下一行在反面编织。第三行需要加针，后面继续对照图纸编织，一直织完第26行。大家将其完成。下面我用小样演示一下第26行之后的织法。小样这里行数较少，主要演示方法。第26行在领边反面结束，下面预留10厘米线头单线，线头在反面收好。
接着取出另一根环形针，在领座及领边的左侧边缘挑出对应的针数，在正面均匀调针，小样针数随机。到了领座位置，需要同时穿入2层边缘调针。完成后核对针数，然后翻面织一行下针。结尾断线。接着在右侧边缘挑针，同样在正面。完成后翻面织一行下针。结尾不断线。接着用环形针从右侧边缘开始编织，全部织下针。接着织第26行对应的线圈。最后左侧线圈也织下针。第27行完成。最后一行在反面织下针，最后在正面进行收针，方法与绣边收针方法相同。结尾预留15厘米左右的线头，
将领边侧边这个边缘与门襟上方卷针缝合起来。这里我大概演示一下，具体方法没有要求，只要织物衔接美观平整即可。另一侧也曲线缝合美观就可以，大家将其完成。最后将所有没有收完的线头在反面收好，这样领子就讲解完了。到这里，整件衣服就全部讲解完毕。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